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读书明道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孙子兵法。孙子说，以前那些真正擅长打仗的人，他们首先会做好万全准备，确保自己处于不败之地，然后耐心等待敌人露出破绽。要确保自己不被打败，就取决于自己的准备和努力，而能不能打败敌人，那就要看敌人是否出现失误了。所以善于作战的人能够做到让自己不被打败，却不能保证敌人一定会露出破绽。因此，能否胜利是可以预测的，但并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强求。当自己处于防守状态时，是因为知道目前条件还不足以进攻，而一旦有了进攻的机会，那就说明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优势了。善于防守的人，就像隐藏在深深的地下，让敌人攻击不到；善于进攻的人，会出其不意的行动，就像从9天之上突袭，这样既保护自己，又能取得全胜。如果遇见胜利的见解没有超出普通人的认知，那就不算是真正的高明。同样，如果是在战斗开始之后才设法取得了胜利，即便得到了世人的赞誉，也不算是真正的高手。就像轻易举起一根羽毛，并不能证明你力气大，看见太阳月亮也不代表你视力好，能听到雷声也不意味着你耳朵灵。古代那些真正擅长打仗的人，他们总是选择那些容易取胜的时机和敌人作战，所以他们取得的胜利往往看起来并不惊心动魄，没有奇谋妙计，也没有显赫的战功，但他们的胜利是稳扎稳打的，因为他们总是能准确地判断形势，只会在敌人已经处于劣势时才发起攻击。因此，优秀的将领总是让自己处于不败之地，同时也不会放过任何击败敌人的机会。成功的军队总是先做好充分的准备，确保自己能够获胜，然后再去寻找与敌人交战的机会。而失败的军队则往往是先盲目地发起进攻，然后再去想办法求取胜利。善于用兵的人，致力于修明道义，同时严格执行军法纪律，这样他们就能掌握战争的胜负之道了。再来说说兵法中的5个要素：度、量、术、称、胜。度就是要评估敌我双方国土面积的大小，量就是根据双方国土面积估算其可动用的物产资源有多少，术就是根据物产资源的多少，计算双方能动员和供给多少兵员，称就是以能动用的兵员物资的多少，来分析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，胜就是以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比来决定双方的胜负。这个过程就像是一个连锁反应，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，缺一不可。所以胜利之师就如同用50斤的重物去对抗1两的东西，轻而易举，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取胜于弱小的敌方。而败亡之师如同用1两的东西去对抗50斤的重物，实力悬殊，是以弱小的军事实力对抗强大的敌方。高明的将领指挥部队作战时，就如同掘开高山上的水库，让积蓄的水流倾泻而下，势不可挡，这正是强大军事实力的表现啊。秦国在统一6国的过程中，充分运用了兵法中的5要素。首先，秦国通过长期的战争和扩张，积累了丰富的地理资源和战略空间。其次，秦国通过商鞅变法等改革措施，
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。再次，秦国通过征兵制度和军队训练，提高了士兵的战斗力和作战效率。然后，秦国通过外交手段和军事威慑，逐步削弱了其他6国的实力和意志。最后，秦国在条件成熟时发动了全面进攻，逐一消灭了其他6国。这个过程中，秦国充分利用了兵法5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，最终实现了统一6国的伟大目标。战国时期，秦国与赵国之间的长平之战是一场典型的以多胜少的例子。秦将白起通过围困和心理战等手段，使得赵军士气低落，最终导致赵军投降。此战中，白起充分展现了善战者之胜也，无奇胜，无智明，无勇功的理念。他的胜利是基于对敌我双方情况的深刻理解和精确计算。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，包括情报收集、虚假信息的传播等，确保了行动的成功率。当登陆开始时，德军并未预料到盟军会选择这个地点进行大规模攻击，结果盟军成功突破了防线，开启了欧洲战场反攻的序幕。这正体现了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原则，即在确保胜利可能性之后再发动攻击。在越南战争期间，北越军队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和气候条件，与美军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游击战争。北越军队在防御时，巧妙地利用地道和其他隐蔽设施，使得自己仿佛藏于9地之下，极大地增加了美军发现和攻击的难度。这些地道不仅为士兵提供了安全的藏身之所，还成为了储存物资、医疗救护和指挥通信的重要场所。在进攻时，北越军队采取了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，如同动于9天之上。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集结兵力，对美军发动突然袭击，然后迅速分散撤离，避免与美军正面硬碰硬。这种战术有效地打击了美军的士气和后勤补给线，同时也减少了自身的伤亡。地道战和游击战成为了北越军队对抗美军的重要手段。通过这些战术，北越军队不仅成功地抵御了美军的强大攻势，还逐步削弱了美军的战斗力，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好了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下期我们来聊诗篇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，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